小美，算我这个老太婆求求你了，你就大发慈悲救救我儿子吧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老公，你赶紧来一趟医院吧，刚刚我在上班突然晕倒了，然后同事就把我送到了医院，经过医生检查，确诊我得了急性阑尾炎，医生说需要立即做手术才行，要交5000块钱的押金，你快带着钱来帮我办住院手续吧。还有医生说做完手术身体会很虚弱，要家属照顾几天才行，你再请几天假来照顾我吧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从来没做过手术。老婆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带着我妈马上过去。半个小时后，阿强带着母亲来到了医院。小美，我可告诉你，是你生病了，又不是我儿子生病，凭什么要让我儿子给你拿钱啊？我儿子辛辛苦苦上班，挣钱容易吗？还有你凭什么让他请假照顾你呀？难道他不要上班挣钱吗？他不赚钱喝西北风吗？婆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现在很虚弱，你没看到吗？我要是自己能照顾好自己，肯定不用阿强请假的。我看你就是装的，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还能躺着跟我说话？我看这根本就没什么事，如果没有病到必须要做手术的那个程度，那就赶紧跟我回家干活吧，家里还有一大堆活等着你。阿强，你妈说什么我不想去在意，我想知道你的态度，你愿不愿意给我出住院费，然后请假几天在医院照顾我？还有我现在是怎么样的，你是看在眼里的，你也知道我是个好强的女人，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去麻烦别人的。老婆，我当然想给你出个手术费，也想请假照顾你，可是我妈说了，不让我给你出钱，也不让我请假照顾你。你也知道我是个很孝顺的人，我要是给你出钱请假照顾你，那我不是惹我妈生气了吗？如今我妈年纪大了，要是把身体气坏了怎么办？所以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不能给你拿钱，也不能请假照顾你。至于你住院饿了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点外卖，但是钱必须是你自己出的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。呵呵，还帮我？不用你操心了，你就安心去做你的工作去吧。不过我可告诉你，等我出院以后我们就离婚吧。还有老太婆，我都要做手术了，你还让我回去做家务，你是自己没手还是没脚啊？你还真把我当成你家的免费保姆了。这几年我一直当个听话孝顺的儿媳妇，给你家当牛做马，现在我生病了，就落个这样的下场，还想让我不治病回去给你干活，你是做梦没醒吗？不过我也庆幸，我病这一次让我看清了你们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一个阑尾炎小手术才要5000多块钱，你们都不愿意帮我出，还想让我回家给你们干活，你是把我当傻子了是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阑尾炎吗？吃点消炎药不就好了？至于搞得那么大动静，难道5000块钱不是钱吗？再说了，邻居家的儿媳妇不也有阑尾炎？人家平时吃东西忌嘴都没有发过，干活就像装了飞毛腿一样，谁身上还没有点小毛病？我心肝脾肺肾哪都不好，我还不是一样没有住院？就你矫情，活没干多少就长个阑尾炎，就赖在这里不想干活了。这样吧，你不要做手术了，我手里有几个土方子，我出几十块钱帮你把药弄好就行，很管用的。我现在就去找医生说手术不做了，你就赶紧跟我回家干活去吧。你想的可真美，你有什么资格帮我做决定？就算我住院要交手术费，我也不需要你们出钱了，你们赶紧走，别在这里烦我了。土方子还是留着你自己吃吧，我是不会吃的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决定，这个阑尾炎手术我必须要做的。你怎么就那么娇气呢？都说了不能做手术，你要是做了手术，是不是还要休养好多天？家里的活不但干不了，还需要人来照顾你，你是想让谁来照顾你呢？我儿子上班那么辛苦，我年纪也大了，可没力气照顾你。我已经说了，等我出院就和你儿子离婚，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，现在就没关系了，你们赶紧给我出去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。婆婆看到小美是认真的，开始慌了，赶忙拉着儿子来到了病房外。看到这里的姐妹们，我有预感，从你刷到这个视频开始，你今天就要发财了。留下一句八方来财，你在这个春天必定财运连连，福气满满。儿子，看来小美这次是来真的了，这不行啊，要是你们离婚了，以后家里的家务谁来做呀？反正才5000块钱而已，要不然你就去给他交了吧。妈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共才存了1万块钱不到，你一下子让我拿5000出来，那我这些年的工作不是白干了吗？而且小美手术以后还需要休养，不但不能干活，还要给她做有营养的东西吃，想想我都受不了。我觉得她不是真的要离婚，她就是故意吓唬我们的，不然就听你的，让她不要做手术了。我也想啊，可是小美现在根本就不听我们的，我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吓唬我们的，时代不同了，
我年轻的时候，你奶奶和你爸不管是打我还是骂我，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。我比小美干的活不知道多了多少倍。你奶奶和你爸有点不高兴，还会给我甩大嘴巴子。这样的日子我都过了一辈子，哪里会像小美这样，就说了她几句而已，就要闹离婚，人心不古啊！这时候不是你在乎钱的时候了。她要是真的要和你离婚，那你以后可就难找了。而且家里的活可都是她干的，你要是请别人干，一个月最少也得几千块钱吧。有时闲的时候，她也会去打零工，一个月还能有个2、3千的收入。要是没有小美打零工，你哪里还能存得到万把块钱呀？没有了小美，咱们家以后的日子指定会很难过的。你看她一住院，咱家都乱成啥样了。昨天一天她在加班，晚上都没回家。你看看一天时间，昨天一天吃的碗都在池子里没洗呢。你的臭袜子和脏衣服也扔得到处都是，家里都没占的地方了。这也是我反对她做手术，让她赶紧回家收拾家务的原因。可是她根本就不听咱们的。你看她把离婚说得那么坚决，我是真的怕她离婚了，所以还是给她把住院费交了吧。妈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你分析的确实很有道理。如果是从长计议的话，这5000块钱确实花的不算亏，但毕竟那是我工作很久的钱啊，我很舍不得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别说这么多没用的了，你要想的是哪个划算就对了。就这样，母子2个商量来商量去，商量了1个多小时，决定还是给小美出这个手术费。小美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你的手术费我们出了，以免阑尾炎反复发作。这个手术确实越早做越好。住院费是5000对吧？我这就给你转5100块钱，多出来的那100块钱就留着你买营养品吃了。老婆，这下好了，你总开心了吧？你也不知道我有多辛苦，我跟在外面劝我妈劝了1个多小时，口水都说干了，我妈才肯答应的。你这不好好谢谢我吗？呵呵，现在才来拿手术费已经晚了，都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手术费我早都交完了。话说你不是个大孝子吗？那你听你母亲的就可以了，不然你母亲气坏了身体，我可就罪过了。我不说离婚，你们就不会拿钱的。我说了离婚，你们还商量了1个多小时才决定给我拿钱，这才只是5000块钱而已。要是再多一点钱，你们是不是连医院都不会来了？现在你们愿意给我交手术费，是不是因为我带给你们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我的手术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被小美这么一说，婆婆和老公的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起来。我果然说的没错，嫁到你们这样的家里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才5000块钱你们都舍不得，我真是看清你们一家人的嘴脸了。我妈听说我病了以后，立马就给我打了2万块钱，还说如果不够让我跟她讲就行，她会再去借的。我妈的条件还没有我们好，这2万块钱可以说是她全部的积蓄了，但是她却毫不犹豫的给了我。可是你们明明就有钱，却不给我，还为了5000块钱在外面商量1个小时，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难道我在你们心里一点地位都没有吗？你们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反正这婚我离定了，等我康复后，我们就去民政局。小美，你不要冲动啊，不要动不动就提离婚行不行？这样吧，我一会就把这2万块钱转给你妈，毕竟她在农村攒点钱也不容易。你既然已经嫁到我们家了，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所以你做手术的钱就应该由我们家来出。现在后悔已经晚了，我也已经不需要了，还想让我免费当你们家的保姆吗？你们就不要再做梦了，我是不会再花你们家1分钱了。我妈的钱我会自己想办法，我现在不想和你们再有经济上的牵扯。小美，我可告诉你，不管你花不花我们的钱，想离婚可没那么容易。我妈都已经给你低头了，你还这么咄咄逼人。那行，你生病我们是不会再管你一点了。妈，别跟她废话了，我们走吧。说完，母子俩就离开了。出院以后，小美就提出了离婚，阿强死活不同意，小美无奈只能搬回了娘家。1年后，儿媳妇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我儿子在公司的体检中查出了肝癌，还好只是初期，还能做手术，不过手术费需要15万。你也知道我们平时比较大手大脚的，所以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存款，我就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总共才凑到了10万块钱，还差5万块钱。你能不能拿5万块钱给我先啊？我儿子这病可不能拖呀。呵呵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还借5万，你想的可真美啊！你是不是忘了1年前的事情了？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？但凡我能凑到钱，也不会来找你的。现在你可不可以去看看他呀？他说他这1年来无时无刻都在想你，还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。现在说这些，你觉得还有意义吗？还想让我去看他？别做梦了！
我也不可能去看他的。他要是真的觉得对不起我，那没有查出病之前怎么不来找我道歉呢？现在查出大病了，却说想我对不起我，你们以为我是以前那个傻子吗？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那些话吗？小美，话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阿强他都生了这么大的病了，你还和他计较什么呀？你可是他的老婆呀，你别忘了你以前可花过他的钱。你要是真这么绝情的话，那你就把以前花他的钱都给我还回来。这么多年你花他的钱也不止5万了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去告你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的老公，你难道真的要对他那么绝情吗？这个时候说他是我老公了，是我老公又怎么样？我之前就做过阑尾炎手术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当时你们怎么不说我是他老婆呢？你不是要去告吗？随便你，不要说他得了癌症，就现在他去西天了，那也和我没有一丁点的关系。小美，咱们不要再说以前的事了好吗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已经没办法改变了，咱们要向前看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要是没有了他，那以后谁来给我养老呀？1年前你要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又不是真的不拿钱，后来不是说给你5100了吗？是你自己不要的，能怪我们吗？我为什么不拿你们的钱？难道你们心里没点数吗？反正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绝对不会管你儿子的。你赶紧从我家出去，要不然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。见到小美态度如此坚决，婆婆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最后，阿强由于没有钱治病，没过多久就走了，而婆婆呢，由于没有人照顾她，只能搬去养老院度过往后余生。